大家好，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今天说的是漫威电影宇宙第2阶段收官之作《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神秘的九头蛇组织始终贯彻了切掉一个头长出2个头的宗旨，在欧洲某个秘密基地继续发展下线。又有一枚卤蛋致力于研究击击落在地球上的仙女棒，还靠仙女棒上的心灵宝石开发出了快银和红女巫这一对超能力双胞胎兄妹。复仇者联盟在欧洲集结完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九头蛇基地拆了个翻天覆地。卤蛋一看是来势汹汹的架势，霸气十足的对手下说：“稳住，我们能赢。”然后转身就准备投降了。手下说：“咱们是不是应该放出双胞胎呢？”一回头就发现人家兄妹俩早就没影了。出了风暴的快银给复仇者们一个下马威，利用自己的超级速度放倒了鹰眼，还调戏了大盾。红女巫也不甘寂寞，一招精神控制让妮妮看到了复联全军覆没的幻想，然后故意让妮妮拿走仙女棒。用红女巫的话说就是：“我已经看到了她的思想，她这么风骚，早晚会把自己作死的。”拿到仙女棒的复仇者们决定回基地开个庆功宴。宴会之前，果不其然，妮妮开始作死，把绿胖叫过来，觉得可以利用拥有自主意识的心灵宝石做个比老贾更厉害的人工智能奥创，以免将来遇到强敌复联全军覆没。可惜技术一般，水平有限，俩人折腾了半天啥也没搞出来，决定先和兄弟们开庆功宴。没想到他们前脚刚离开实验室，奥创就自我研发成功了。他认为要保护地球很简单，只要消灭人类就可以了。因此第一步先把要跟妮妮打小报告的老贾给整废了。复仇者们的宴会进入到尾声，大家兴致勃勃地尝试举大锤的锤子，这是一场关于男性尊严的挑战。果然所有人都失败了。大锤表示：“你们地球上的男人果然都不行啊。” Come on, Cap. 此时，刚刚诞生的奥创带着他控制的机器军团不请自来，正式向复联宣战，结果被复仇者们一波团灭。全剧终。刚才说过了，奥创本身只是个人工智能，所以他顺着互联网逃走了，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反派，还给自己捏了个光头獠牙的脸。他约见了快银和红女巫，说自己是为了地球和平才被研发出来的。但是他发现地球最大的威胁就是复仇者联盟，而快银和红女巫的父母正是被妮妮研发的导弹炸死的。两拨人一拍即合，决定代表地球消灭复联。奥创又来到韩国，来韩国干嘛呢？当然是整容了。于是绑架了韩国的美女博士，让她用3D 打印技术给自己做一具新肉身，材料用的就是大盾做盾牌的震金。这个震金是瓦坎达的特产，当时大家都以为只有种族犯克劳那里有，克劳简直就是个话痨。烦的奥创在买下他的全部震惊后，直接砍下了他的一只手。复联6人组也赶到了这里，红女巫再次施展精神控制，轻松搞定了大盾、寡姐和大锤。而他的终极目标其实是让绿胖发狂。耍起酒疯的绿胖来到附近的城市，开始大杀特杀。其他人还因为精神控制处于蒙圈状态。孤立无援的妮妮决定自己硬扛绿胖。穷人靠变异，富人靠科技。妮妮从太空中召唤了老铁44号，也就是反浩克装甲，一红一绿展开了一场拆大楼的竞赛。没事随便拆，反正在家妮妮买得起。最终靠磨平一整栋大厦才把绿胖打晕。经此一役，复仇者们元气大伤，又因为绿胖的一番打抢烧，众人决定暂避锋芒，躲到了鹰眼的家里。除了黑寡妇的众人纷纷表示：“你小子不是单身狗吗？啥时候娶妻生子，走上了人生巅峰了？”鹰眼表示：“都怪上头不给我拍独立电影，我也很绝望。”但是反观寡姐，虽然也没有拍过独立电影，但是漫威一姐的地位那可是相当牢固，感情史也像她的发型一样丰富。先后撩过妮妮、鹰眼、大盾的她，在这一部和绿胖搞到了一起。此时本应退休的局座也冒出来刷了刷存在感。另一边，奥创准备把意识传输到震惊打造的新身体，刚传输了一半，能读取思想的红女巫闲来蛋疼，想看看奥创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个啥。这才发现奥创不仅想灭掉复联，还想灭掉全人类。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地球。话说好像也挺有道理的，但是毕竟咱们人类肯定还是站在人类的立场。兄妹俩立马反水，切断了奥创的数据连接。复仇者们此时也来到韩国，顺利抢到了奥创刚刚做好的肉身。奥创也顺利的绑架了寡姐。你一定会吐槽，奥创竟然可以侵入全世界的所有网络，完全有 N 加正无穷种方法搞死复联，毁灭地球吧？比如直接把妮妮公司的股票改成0，让它破产啊，或者同时引爆全世界的核弹什么的。但其实电影里有个解释，奥创之所以无法在网络里兴风作浪，是因为他总被一个神秘人所阻止。而妮妮发现这个神秘人就是之前没死透，藏在网络里苟且偷生、忍辱负重的老贾。吃一堑绝不长一智的妮妮决定把老贾的意识注入到奥创的肉身中，创造出一个新的地球守护者。大家一看妮妮这么记吃不记打，连带刚刚加入的快银和红女巫一起来了一波内部小团战，却没想到大锤从天而降，一个必杀技大锤巴士直接把奥创的肉身给激活了。要是找这么个男朋友，再也不用怕手机没电了吧？脑袋上镶嵌着心灵宝石的肉身说他既不是奥创，也不是老贾，给自己取名幻视，并且决定加入复联一起对抗奥创。还随随便便就举起了大锤的大锤。大决战在一个叫做索科维亚的地方展开，幻视一个人法封印之术，就让奥创失去了钻回互联网的能力。奥创就发动计划，准备把整个城市连根拔起，升到高空再砸下去，毁灭全人类。这绝对是我见过所有反派毁灭世界的方法里最脑残的一种了。复联的对策就是在半空中毁掉整座城市，但是城里这么多老百姓，咱们几个人哪救得过来呢？此时局座再次带着航母出现，怒刷存在感，帮助复联拯救了大批吃瓜群众。之后就是大家齐心合力在教堂里守塔，对抗奥创那如同丧尸围城一般的机器军团。果不其然，又是一段所有人依次亮相的升格长镜头。最后幻视
大段妮妮一套组合技把奥创给打趴下了。对胖子来了个补刀终结技，把奥创打成了灰太狼。一个正太没来得及登上救生艇，在之前立足了 flag 的鹰眼顿时觉得终于到了我光荣牺牲的时候。谁知道快银就是快银，不光战场上的速度快了一逼，刚出场就谢幕的设定都比别的复仇者快多了，为鹰眼和正太挡下子弹，领到了本该属于鹰眼的盒饭。虽然开战前快银也曾经不小心中弹暗示过他的结局，但这种靠逆天速度吃饭的超级却被子弹打死，我实在是无法接受。死了哥哥的红女巫当场暴走，瞬间团灭了所剩无几的机器军团，最终依然还是靠大锤的大锤巴士让索科维亚在空中爆炸，顺利解决了这场危机。爆炸前红女巫被幻视救走，为两人的感情线埋下伏笔。绿胖熄灭了和寡姐刚点燃的情愫，说自己想静静就开着飞机飞走了。寡姐一边郁闷的合计着静静是谁，一边和大段开始训练新人，为美国队长3打内战做人才储备。片尾彩蛋里灭霸戴上了1颗宝石都没镶的无限手套，终于决定亲自出马。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先驱的霍金大神说的对，人工智能有风险，钻研科技需谨慎。拜了个拜。话说最近《说漫威》这个系列播放量一直好低啊，还要不要接着做呢？